近期，伊朗总统鲁哈尼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在本周日便能重启武器交易。在这之前，伊朗已经批准了上百件武器清单。以伊朗目前的经济，我国战术武器类哪些最可能入选？据悉，美国近年来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越来越严，伊朗连本国石油都一度面临销售困难。但是以伊朗现在的军事设备，好不容易熬到武器禁运令解除，不可能不大量采购。据伊朗总统哈鲁尼在近日采访，已明确表示，将在本周日10月18日重启武器自贸。据先前透露的武器批准清单数量至少上百件，而军火买卖收入相当可观，不赚白不赚，我国参与可能性还是极大的。看看在如今的经济下，我国哪些性价比高的战术武器是最有可能入选的。战机系列，歼107中型战斗机。以目前伊朗国防空军方面的弱势，加强对空作战实力的话，歼107中型战斗机无疑是歼10系列中最好的选择。作为第3代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市场报价在4500万美元一架，比阵风战斗机的价格低5倍。虽然歼10C一些方面跟阵风战斗机相比存在一定差异，但空战方面绝对可以一较高低，善于夺取制空权，同时兼顾对地攻击能力，功能完全可以满足国防方面的多项正常任务需求。坦克方面，VD 式主战坦克绝对首选。看上次巴铁购买的价格看，大量采购市场报价约在500万美元一辆，速度快，设计紧凑，动力输出和散热性能都优良。先进的火控系统，全贴后作战，与其他平台共享信息。穿甲方面，装备的125毫米中国 BT4 弹药能在2公里远的地方击穿700毫米厚的杂质军制装甲。防御方面，全新设计的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的双重防护，能抵住穿甲弹、破甲弹的攻击，能打能扛，价格实惠，无疑是主战坦克的性价比之王。护卫舰方面，054型护卫舰或者056型护卫舰，054型市场价大概14亿美元上下，相比之下，造价在7亿美元左右的056型护卫舰用来守卫近海的性价比可能更好。不过采购哪一艘还是看伊朗本身的需求和资金预算。056型在火力方面较弱，单舰能力弱，大量装备综合效果不错，这价格用来替换大量老式护卫舰和部分导弹舰还是首选的。054型护卫舰多用途能力优秀，航程远，可靠性高，而且易于量产，可以大量替换旧式，防空、反舰、反潜配置均衡，适航性与作战能力优秀，多次随我军参加国际护航任务。最后，除了这3项战术武器，我国还有很多高性价比的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常规武器装备。但目前在海陆空3方面总体来说，这几件大型战术武器装备，不管从造价还是性能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绝对高性价比。而且以我国的售后服务，买了绝对不亏。中俄武器或成为首选。伊朗方面表示，数日之内将重启军火自由贸易。众所周知，如今美伊关系可以说是嫉恶如仇，很难想象早在上世纪70年代，伊朗曾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要知道，在当时，美国最先进的战机就是 F-14与 F-15战斗机，而美国方面更是慷慨的让伊朗在 F-14与 F-15战斗机中任选一款作为采购目标。这种待遇在当时的其他国家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为何美国会对这个曾经队友反目成仇呢？以及即将解除的武器禁运又会对伊朗有怎样的影响？据环球网援引海外网在10月14号的消息中称，伊朗总统鲁哈尼对本国即将解除武器禁运发表讲话。鲁哈尼表示，对伊朗经历了10年的军火禁令，在近几日即将解除表示祝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美国斗争了4年，美国正竭尽全力阻止这一天的到来。但正是由于我们的人民顽强抵抗，这一天正在一步步接近。同样，美国的失败也有我们外交官付出的巨大努力。除此以外，鲁哈尼还表示，武器禁运的解除将能够帮助伊朗可以自由地从任何有意向的国家中购买武器，并且还能够向任何国家出售伊朗制造的武器。事实上，伊朗与美国的反目成仇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在当时，美国和伊朗还是重要伙伴的关系之下，随着伊朗新任领导人的上台，这种关系似乎发生了变化，并且在当时更是爆发了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的事件，这也使得了两国彻底翻脸，从而导致伊朗开始倒向俄罗斯。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开始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再到后来2015年由联合国安理会多方达成的伊核协议，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截止到2020年10月。从这些种种事件中都能够看到，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因此美伊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愈演愈烈。
随着8月16号伊朗武器禁运解除的日子越来越近，伊朗方面将会率先向友好国家中采购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以强化伊朗的国防力量。要知道，早在8月13号，美国曾呼吁联合国要求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但在安理会的表决会中，仅有美国和多米尼亚两国同意，并且在表决会议中，中俄等多国投出了反对票。看得出来，在面对美国的无理要求之下，中俄做了一次伊朗的好兄弟。因此，在即将解除的武器禁运下，中俄两国的军事装备必将成为伊朗的首选目标。10月18日，伊朗武器禁运令正式解除。据参考消息网站报道，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18日终止。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禁令解除后，伊朗有望从俄罗斯等国购置武器，以提升该国国防能力。对此，俄罗斯方面表示，俄方将继续与伊朗进行军事和技术合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盖尔·里亚布科夫18日称，正在与伊朗发展多方面的合作，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将取决于当事方的需求。另外，他还补充道，俄罗斯不惧怕美国的制裁，并称早已习惯了这种行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院长教授王进认为，伊朗今后可以从俄罗斯等国获得一些高精尖武器，但是禁运解除只是伊朗从伊核协议中得到的一个副产品。伊朗想要通过协议摆脱经济困难的主要愿望远未实现。那么，在获得俄罗斯的大力支持下，好不容易实现武器自由的伊朗，会不会借此机会放手豪购一把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伊朗不会大量购买武器，因此不太可能会出现伊朗豪购的情况。不过，按理来说，伊朗应该会大量采购先进武器。要知道，伊朗受制于美国多年，此前美国还向联合国提出延长伊朗武器禁运令。就这一点来说，伊朗提升其军事力量，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但实际上，伊朗方面并无要囤货的意思。分析人士指出，由于自身经济状况和美国持续打压等因素，伊朗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豪购的情况很难出现。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表示，伊朗武器有效限制终止，也就意味着伊朗将可以不受限制的从任何来源获取任何必要的武器装备。但伊朗不谋求获取非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也不会购买大量常规武器。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至于伊朗为何不会大量购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文章前面提到，美国对伊朗制裁多年，首先，这对伊朗的经济也造成重创，削减了伊朗的军购能力。其次，美国一贯的作风就是看谁不顺眼就制裁谁，因此也下对了一些有意对伊朗军售的国家。再者，伊朗的军事战略本身也不是基于外购的武器，而是自行生产的导弹，以及中东地区的一些亲伊朗民兵武装。总而言之，基于种种原因，伊朗不会做豪购。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在不惧美国制裁的情况下，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伊朗肯定会在技术、军事领域和所需的设备采购方面与感兴趣的国家合作。在10月18号，联合国对立的武器禁运条约正式到期，很多人认为这是我国武器大量出口到伊朗的好时机。不过，当天伊朗人却做出一项意外决定。伊朗国防部声明将不会大批购买外国武器，而是将重点放在武器出口上。一时间也是让人倍感疑惑，除了背地里买一些武器给亲伊朗武装，而且还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说，伊朗的武器真的会有销路？有人会担心伊朗做出这样的决定会导致将武器卖给伊朗受到阻碍。不过伊朗要卖武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遇，因为我们可以从伊朗手上买一些武器。或许很多人有疑问，会表示伊朗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基本上停留在上世纪，我们有何要买的必要？实际上，购买伊朗的武器并不是毫无作用，这一点美军就可以参考。在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曾在过去的苏联加盟国手上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过一批战斗机与装甲车。当然，美国购买苏制武器的目的不是为了装备部队，而是作为研究对象。同样，伊朗手上也有不少过去从美国那购买的美制武器，这些武器同样有着研究价值。伊朗手上拥有上世纪70年代从美国手上购买的 F-14战斗机，数量大概在80架左右，至今大概有40到50架左右的 F-14战机依旧能驾驶。这些战机至今还是伊朗空军的主力。如果说伊朗通过中俄进行战斗机大换血的话，那么将这些战机进行低价处理也是一个好主意。而中国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将其拿下，尽管美国的 F-14战机早就退役了，
但就算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款战机依旧是一款性能不错的战机。F-14战机可以说体现了美军在冷战时期对空优战机发展的思路。作为一款3代重型战机，在进行模拟对战中 ，F-14曾一度吊打了 F-15战斗机。除了 F-14战机，伊朗还拥有过去从美国购买的超级眼镜蛇武装直升机与霍克地对空导弹等装备。因此，伊朗如果愿意将这些美制武器打包出售，我们的确可以买一些回家。甚至说，将这些美制武器作为伊朗购买中国武器的部分抵押，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